你是西方陶，风流殿的人。程岛主，竟然还记得奴家？请问唐公子，已经进入碧落宫了吗？跟他费这么多话干什么？中原剑会，给我杀！10年一靠岸，麻花入园。谁来了？我让你干什么？给我杀！辅翠，这样一曲纸上，你敢挡吗？但凡我们再流露出一丝战意，这首平静的曲子便会化为阴伤。唐丽兹，你果然在这里！唐狐狸，你没冻死啊？还进去了？那感情好啊！你快让公主把门打开，放我们进去。碧落宫和唐丽斯结盟了，怎么办？碧落宫向来中立，必不能容兵戈在前而坐视不管。你先后将两方势力引到碧落宫，再以琴声高调相助剑会，这样风流殿必会以为本宫已与你与剑会已经达成同盟，你便可顺理成章地逼本宫卷入此事。公主有命，邀请程刀主等中原剑会人士进碧落宫做客。你们碧落宫是要跟我们风流殿作对吗？我劝你们，在做出威胁之前，先考虑清楚自身的能耐。天河之下，不乏尸体。龟孙子，有种就留下！等着，你还欠老子2巴掌！于兄，你跟我们一起进去吧。唐丽慈，杀师之仇不共戴天，我于妇人，宁死不受师恩。今日就算身死，我剑王城也要挡一挡这风流殿。你知道你跟唐丽斯武功差多少吗？真正想报仇的人，会忍着痛苦，如蝼蚁一样活着，在泥泞里爬着，为求活命蠕动着，找机会钻入大象的耳朵，给他致命一击。至少要让仇人痛。哎，沈兄这是为你好，我们进去吧。哎，不必。哎，于兄，等等我。西方姑娘，此情此景，你是想自己走，还是唐某出手送你离开？唐公子，上次匆匆一别，奴家甚是想念。不知唐公子是否还记得奴家？西方姑娘，令唐某印象深刻，心心念念，不敢过忘。唐公子本领通天，竟然可以让素来不迎外宾的碧落宫都为你破例，奴家斗胆。敢问公子让我们离开，可是婉玉公主的意思？姑娘想说什么？奴家风流殿西宫公主西方堂，这位是东宫公主辅翠。
仅代表风流殿求访婉玉公主，还请婉玉公主也为我们破例。姑娘风姿绰约，拒绝好像也是风度，但是碧落宫的规矩还是要守。那是当然。宫内不得动武，违者囚牢，杀人者死。奴家谨记。姑娘请。唐公子，你以为你真的能拿捏本宫的心思？婉玉公主岂是唐某可以掌控的？棋逢对手，方显有趣，不是吗？此处是通往碧落宫的玄天锁，落下悬崖，十死无生。对自己轻功不自信，请留在前殿等候。喂，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话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因为我喜欢你眼中的恨我，跟我一样。诸位，这边请。这群宵小为何也进了碧落宫？公主也邀请了他们，所以他们与诸位一样，同为碧落宫的客人。今日已晚，还请诸位在紫霄院中暂宿一下。其余过不了玄天锁的江湖同道，已经在城中闭锁安置。关于今晚的规矩，我只说一次，请诸位务必仔细听好。一，碧落宫内不得杀人，若是杀人，则视为冒犯碧落宫，杀之。二，今晚会有人在紫霄院内巡逻，巡逻的时候不能发现有人动武，若是发现，则会被关入囚牢。三，明日一早，公主会接见你们当中的一人。公主要接见谁？接见谁？公主明日才会选。宫里不允许动武，动手没问题吧？若是动手，则需加倍奉还。我打他一巴掌，还他2巴掌，行吗？哎，2巴掌打完了，不许再打了。师妹，你没事吧？刚才那一巴掌，是你欠我的。你究竟逞什么强？碧落宫内不染俗尘，进宫以前，还请诸位更衣。男客请随我一步。姑娘，女客请至这边更衣。雨兄，走啊！这是2位的居所。我们的其他人呢？奴家只负责带路，一间房只安排2人。为什么？是毕总管交代的，这样安排诸位。你在房间等我，我去找人。
多谢总管相送。其他人呢？他们有7个人，你们只有5个，这样对你们不公平。因此少主让我多说2句。婉月丹，有话就出来说，让个下人传话，看不起我们风流店怎么？因为你的无礼，我少说1句。你，小翠，能不能不要这么无礼？哼。抱歉，总管想说什么？公主不只看结果，还看表现。2位，还是尽快找到同伴吧。多谢公主提点，虽然少了1句，但也足够了。不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忘了，咱们是来杀唐丽慈那帮人的？在城外扭扭捏捏也就算了，现在，咱们都进了碧罗宫了，不是你看不出来吗？唐丽慈跟婉玉月丹那帮人都是一伙的，我们进来干什么？送死吗？福翠啊，是谁告诉你，唐丽慈和婉玉月丹是同盟的？那怎么不是同盟呢？他们2个都在城墙上站一块儿了，还放他们进来？若他们真的是同盟，那婉玉月丹又为什么会放我们进来呢？福翠呀，福翠，你还没看出唐丽慈的阴谋吗？阴谋？不可能，没有阴谋。婉玉月丹就是为了帮唐丽慈那帮人才打开的大门。古稀谈，他在往东过2个廊亭，左转的第1间房与池云一起。你先去找他们，保存实力。我去夺回太阿剑。我能信你？若是不信我，你还能信谁呢？程岛主，程岛主，那边是东。用你说。公主认为，谁会获胜？嘘，毕总管，星爷，以目观之，以心察之。紫霄院房屋6横6纵格局，共计屋宇3600座。我在北一廊中找到古稀谈时，程运袍与西方桃在北5廊与东4廊交汇的廊亭发生打斗，西方桃夺走太阿剑逃脱，程运袍在北2廊与东4廊交汇处与我相遇。再北便是院墙，往东需经过池云与阿谁。唯一的可能，武林中有很多规矩，我们初涉武林的时候就知道很多事情不能做，奸淫掳掠、杀人放火。有些人无视这些规矩，但是他们有自己的规矩。比如池云是大盗，但只盗不义之财；沈郎魂也只受过杀江湖人，不伤老弱妇孺。确实如此，但是总有些人不守规矩。比如说风流店，正道之人，无一不想除之而后快。在这江湖之中，除了规矩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，那是一条模糊的界限。有些人能在不破坏规矩的前提下，利用规矩之间的漏洞，这才是最终能生存的人。而这些人，最终都会变成另一种人。公主指的是制定规矩的人，那才是碧落宫
值得结盟的对象。制定规则的人，才是碧落宫值得结盟的对象。夫人，你是什么时候加入风流殿的？不该你知道的事，你不必知道。好，我就想知道，剑王，他又是什么时候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开始怀疑你爹。你以为这是个秘密？其实风流殿早就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一代城主，无论你爹是不是加入风流殿，也不论他是否真的售卖星轨9星丸，其实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结果。结果就是，真相被揭穿之后，剑王城英名沦丧，天焰剑必摧毁，你爹死在唐丽慈手上。对了，你是不是好奇我为什么敢在这里对你动武？做坏事，只要不被发现，你就不是坏人。这帮龟孙子去哪儿了？好啊，在这儿。北起第2排。谁？谷大哥，石大哥，阿水姑娘，你们果然在这儿。现在知道叫大哥了。我师兄不在嘛。原来如此。哦，你师兄不在啊？那我们岂不是非常的危险？就是。找着了，在这儿。一下收拾3个，哪里逃？是你被收拾。把他给我按好了。哎，不带打脸的。滚开！
唐狐狸果然没说错，就是个笨蛋。要肌肉有肌肉，要脑袋有肌肉。不寸，你违反了规定，跟我们走。你没看见吗？他们也动手了。哎呦，哇！我们没看到，只是看到了你出手，还伤了人。你们坑我！坑的就是你。敢当面行凶，得罪碧落宫？不敢！带走！都给我等着！哼！没事吧？一点事儿没有。诸位辛苦了。唐狐狸计谋还真有用，这就搞定一个了。13个。来这里之前，我查到了花无言的房间，青蝉娘子也在里面。现在唐丽慈应该已经抓住他了。唐丽慈？那风流殿那边就只剩下白素车和西方桃了。你小子刚才演的可以啊！是西方桃。老沈，包抄。沈大哥，阿雪姑娘，我们还是先进去躲躲吧。怎么有一股花香？没有啊，什么花香？白素车，池大哥，你真的追来了？白姑娘，你怎么？真是个笨蛋。看来西公主说的没错，男人永远都这么好骗。以后离我远一点，别再让我看到你。唐狐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追西方桃，他竟不在。我也是追西方桃才到这个地方的，老沈还跟丢了。西方桃的胭脂，你把于夫人藏好，然后四处游荡。引出迟日，我去抓屋子里的人。这个胭脂会让他们以为你是我。中计了。唐狐狸！
我们损失了古稀坛于妇人阿谁，抓到了白素车、青蝉娘子、花无言，解决掉了一个抚翠，人数上比风流殿多一人。不过西方桃却夺走了少剑主交给程岛主的信物太阿剑，这是重大战果。即便是人数上比我们多损失一人，可实际上却是略胜一筹。是，池云也就算了，这次是我冲动了，没保护好阿谁他们。什么叫我就算了？不怪你，西方桃针对池云，就像我们针对抚翠一样，都会对阵营当中最单纯的那个动手。是我对不住大家。现在已是寅时，和婉玉公主见面的时间不到1个时辰。以紫霄院的规模，西方桃只要不断的更换地方，我们很难抓到她。真是有趣，除了找到西方桃夺回太阿剑之外，我还有办法救回所有被抓住的人。西方桃能，可被他抓住的人却躲不了。他一定与我们一样，将人藏在了某个房间里，而那个房间我们不会去查，因为里面原本住着我们的人。此人性格古板，又丢了贵重之物，在找寻失物之时，或许把自己也丢了。你不会是在说程运袍吧？没错，定是在程岛主的房间。妖女找不到，怎么绕回来？我本来以为来的人是唐丽慈，既然你在这里，那他就该在紫霄院四处寻找我的踪迹。等天一亮，我就赢了。偷偷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唐丽慈根本不想杀刘盈。你也只不过是那些任由他摆布的棋子而已。木头铃铛。是时候了。这是唐某亲手制作的木铃，能发出只有唐某才能听见的响声。看来唐公子不仅武功智谋双绝，还有一双巧手。
好的猎人，通常都会将自己伪装成猎物。西方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西方姑娘，太阿剑又重回中原剑会之手。唐公子只是扳回一城，算不得胜利。天还未亮，唐公子可别和身边的人走散了。妖女，把太阿剑还我！程岛主，你夺回太阿剑了？哎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怎么人都在这儿？池飞呢？程岛主，你最好还是不要离开这个房间了。太阿剑已重回中原剑会之手，尘埃落定，天该亮。看来，唐丽慈和西方桃定胜负了。程道主，唐公子，恭喜你们。公主只召见一人，你们谁要见公主？唐某只是引荐之人，程岛主代表中原剑会而来，便由程岛主前去吧。请。即去。中原剑会客座，茶花岛承运袍。见过婉玉公主。中原剑会为何会拜访碧落宫？什么？谈砸了？我说程古板，你叫谁呢？池匪。我说你呢？我们折腾一晚上，好不容易能去见见什么公主一面，你谈砸了？万一她跟风流殿结盟，拿我们祭旗怎么办？谭狐狸，你说是吧？去哪儿啊？约定既成，自是离开。不是，碧落宫不是没答应跟剑会结盟吗？那又如何？我与普珠先生的约定是引荐中原剑会的使者与碧落公主见面。至于是否谈成联盟，与唐某无关。若是碧落宫要和剑会联盟，刘演必然会来。他不会让此事达成。程岛主，您与婉玉公主是怎么谈的？中原剑会为何会拜访碧落宫？婉玉一脉受宜阙阴阳构陷远走至此，避世隐居已历30载。如今风流殿祸乱江湖，散播的新鬼酒新丸，正是当年宜阙阴阳遗毒。此太阿剑，乃剑会仙人江南风所得，是中原剑会权柄所在。程某奉少剑主所托，以剑表心，央请前国师婉玉一脉
念先人之仇，继今之大义，为天下苍生与剑会联手，共抗风流殿。这就是你们中原剑会的诚意，真是让本宫太失望了。婉玉公主，还是请西方姑娘来吧。是。程道主，你还真是天真呢。中原剑会斗不过风流殿，还真是一点都不让人意外。唐公子何必话中带刺啊？与人联盟，不过是以自己的条件置换对方的条件。少剑主临行前，可曾提过能给碧落宫开出什么条件吗？没有，只说无论如何都要与碧落宫结盟。那我现在该如何？程某应该向婉玉公主开出什么样的条件？不如想一想，婉玉公主需要什么？碧落宫不就是想回到中原吗？风流殿西宫公主西方桃参见婉玉公主。在碧落宫，只有公主能称公主。奴家失礼了，西方桃参见婉玉公主。你要求进入碧落宫，想要说什么？风流殿愿以1/3武林邀请婉玉公主成为风流殿的一员。天下还不是风流殿的。倘若公主应允，这天下间还有谁能阻挡得了碧落宫和风流殿联手？可昨晚风流殿在紫霄院的表现，不足以证明此事。婉玉公主或许应该注重更实际的事情。西方桃，注意言辞。前朝覆灭，与老公主引荐一阙阴阳之举密不可分。如今虽已改朝换代，无人能阻止碧落宫重返中原，但那些年的生灵涂炭历历在目，百姓当真不会迁怒婉玉一族。无礼！帮助剑会，碧落宫仍是碧落宫，再大也大不过中原剑会这个正道联盟，或许还会因为旧日的错误而备受牵制。但加入风流殿不同，倘若碧落宫加入风流殿，风流殿许诺1/3的武林尽归碧落宫管辖，风流殿绝不插手办法。婉玉公主何不率碧落宫称霸武林，光复婉玉家族的名声？程岛主带来了太阿剑，而你又带来了什么，能证明你应允的条件？奴家带来的这番话掷地有声，又何须什么证明？请西方姑娘先回紫霄院休息，稍后本宫会给你答复的。唐公子，福翠被放出来了。程岛主再次求见婉玉公主，但婉玉公主没有见他。婉玉月旦不会见程岛主，
因为目前的剑会给不了婉玉公主想要交换的。那风流殿呢？阿水姑娘，坐。你认为婉玉月旦是一个怎样的人？高人。他不是高人，而是王者。王者。江湖王者，不居人之下，不屈人之威。弱则必走天涯，强则威临天下。碧落宫在婉玉莫如的手中覆灭，却在婉玉月旦的手中重生。你是说，中原剑会和风流殿都想拉拢碧落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婉玉月旦很厉害？也不尽然。赤云，这一路从剑王城到碧落宫，你可有估算过风流殿上上下下一共有多少人？啊？也不多吧，30、40。风流殿若只有此等人数，如何有资格与剑会抗衡？风流殿招兵买马的方式，不是招募，而是威胁。你路上看到的那些风流殿杀手，其实都受制于星鬼九星丸。从剑王城我们查干的账本来看，这些人恐怕有数千人之众。不错，待到风流殿有意暴露实力之时，他们便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，那时候剑会再备战，就来不及了。所以这是未雨绸缪。剑会那帮老古板谁那么聪明啊？看来唐某势必要去一趟中原剑会了。啊？我说你，可不是以罪犯的身份去。那是以什么？以什么样的身份，那就要看唐某和婉玉公主谈得如何了。为何一直跟着我？沈兄从方才开始就一直很关注我，有话不妨直说。为何之前让阿水离开，前往中原剑会？因为他的血太过奇异，他又不会武功，跟在我们身边，只会徒增风险。你在害怕？哼。堂内此有何可惧？你说过你不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为何不让阿水留在身边继续治疗你，反而顾及他的安危？因为不需要。你手段诡谲，行事大胆，拿过剑王城的百姓多，拿过中原剑会追杀你的人多。你说你从未顾及他们，但也没让他们受到真正的伤害。那又如何呢？能说明什么？那些人只是能不死就不死，因为他们恰好没死，所以才显得我有本事。你不想让阿谁受伤，不想让亲友旧时受损。唐丽慈，你真的会杀流言吗？你很敏锐，你担心我下不了手。可是我想问沈兄，流言会对我手下留情吗？我能不杀他？更何况，这是我们的约定。我心里如何想的，不重要，不是吗？我完全搞不懂唐狐狸在搞什么玄机啊！哎呀，谁你就别笑了，你给我讲讲这里面的弯弯绕绕呗。我们之中就你最懂他。
唐公子不以罪犯的身份回剑会，说不定是因为有人给他一步登天的梯子。谁？中原剑会的少剑主。我这趟回中原剑会，见到了少剑主，发现少剑主对唐公子非但没抱有敌意，甚至还可能欣赏唐公子。把凌云阁好好收拾收拾。剑会发布对唐公子的通缉令，可能是形势所迫，而他派了并不擅长揣测人心的程岛主前来谈判，也很可能是故意的。唐公子若帮中原剑会拉到碧落宫这一强大助力，自然不必以罪犯的身份回去，说不定是客座。仙鹤，中原剑会将会迎来一名贵客。礼貌，礼貌。而唐公子既有了剑会和碧落宫这2把对付流眼的趁手宝剑，又免去了扰人的追捕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最重要的是，若是碧落宫有意与剑会合作，流眼必然会出现。阿谁，没人说过你越来越像糖狐狸了吧？这种想法你都能猜到？太霄殿重地，未经允许，不得擅入。唐某请见婉玉公主。未经传令，不得见公主。哦，退下。毕总管，公主在问神台。问神台？那里没有守卫，但要如何登上，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。呵呵，看来这是唐某此行最简单的事了。九垓星辰，玄妙之妙，渺渺众生，盈盈在心。而今天暗暗而不清，路迢迢而奇异，神灵可佑，常与我亲。为何这旗鼓影拙会与问神台有所感应？难道说此处与天王境有什么关联？只有碧落宫公主可以登上问神台，唐公子不知道吗？公主若是不想见我，便不会让毕总管告诉我这个地方。你在等我？不应该等你吗？赢下紫霄院星夜的人是唐公子。这便是碧落宫的九星回龙阵吗？果然神妙。唐公子没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公主想听唐某解释什么？自问神台建成，只有一个人发生过这样的感应。恐怕要叫公主失望了。唐某对碧落宫的旧事知之不详。碧落宫创立于洛水，钻研星象风水，受前朝所托，以国师之尊镇守龙脉。我父亲以参悟天地治理为毕生追求，直到遇到了那个人。那个人自称夜魔。他给了我父亲所有他想知道的东西。我父亲看到了天地的边界，他才发现毕生所学不过是沧海一粟。原来天外还有天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
没有人可以拒绝这样的诱惑。我父亲将夜魔奉为先知，将他引荐给了皇帝。夜魔以种种非人的神通治好了皇帝的病，求来了汉地的雨。皇帝敬他信他，将他奉为新的国师，拥有了无上的权力。再后来的事，唐公子不能说不知道了吧？一血阴阳，祸乱天下，诬陷碧落宫谋反，碧落宫举宫流亡。按我父亲所说，如果夜魔没有失败，他一定会来到这个问神石下，利用他的力量完成更大的阴谋。唐公子，今天你来了。是，我来了。你跟一阙阴阳什么关系？若是从前，我一定会说没有关系。但是今日，我相信我与一阙阴阳有关，但我确实不是一阙阴阳。那你这个银镯的来历，或许是源自于我的故土。唐某没有完整的记忆，在我有记忆之时，他就已经在我的手上。那敢问唐公子，故土何方？并无记忆之所。在何之年？天都峰7大高手围杀一阙阴阳的那一年。你更显可疑了。很多人都在意唐某与一阙阴阳的关系，但我相信，公主所在意的，或许还有别的事情。碧落宫先祖曾经有一个预言，神州天外的来客会带来灭顶的灾难，而这个预言最终落在了一阙阴阳身上。至于这预言之中的神州天外是什么地方，碧落宫追查多年，倒是有了一些猜测。圣子，你今日所受种种试炼，皆为成就来日不朽之业。未曾听说。那唐公子信命吗？唐某一向尊重他人性命。若天命注定你会接替一阙阴阳，要再一次给神州带来浩劫呢？那唐某就免不了要逆天改命，将这满天星辰给击碎了。看来唐公子也不服天命啊。婉玉公主若是服了，早就会接受风流殿的条件，何须等我？婉玉公主是个有野心的人，或许除了野心，还有霸图。从我看到那具空棺起，我便知道，你们有回归中原的想法，这并不稀奇。中原剑会以及风流殿，他们都知道，不然也不会试着与碧落宫结盟。不过，唐某还知道其他的事。你们不仅要回去，还要洗刷污名，堂堂正正的回去，重掌祭祀卜筮，再任仙人之职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算是真正的落叶归根。婉玉公主，你不服碧落宫背负骂名，你知道洗刷之路困难重重，但仍要试一试，因为只有走这条路，才是对前公主，对在劫难当中活下来的碧落宫弟子，对10年、100年后的碧落宫最好的交代。中原剑会晓你以正义，风流殿许你以武灵，但这都不是你想要的，所以你等我，因为你想看一看，我能给你开出什么样的条件。既然如此，那唐某可以告诉公主，你想要的，我可以给你。他们给不了的，你能给我吗？公主若愿同唐某协助中原剑会剿灭风流殿，那么唐某便答应公主，一定会助碧落宫
重登国师之位，拾回往日荣耀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因为公主与唐某一样，不服天命。那你欠碧落宫的一口棺材一个交代。总有一日，我会将不朽金棺归还，之后任凭公主处置。任凭处置？当然。你许了一个危险的诺言。唐某，静待公主答复。碧落宫选择同中原剑会结盟，共抗风流殿。太好了！还是唐狐狸可靠啊！风流殿的人，打算怎么处置？两方交战不斩来使，公主决定放他们离开。他们算个什么来使啊？他们明明就是追杀我们才来这儿的。唐狐狸，你直接杀出去，把那什么东西公主都给他做掉，让风流殿元气大伤。公主既然以克里将人邀请入宫，那碧落宫就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安全。若公主今日与风流殿合作，也会保护各位的安全。那只有这么放他们走了？知音，少安勿躁，就依婉玉公主的吩咐。而且，流言还未出现。流言，不错，流言。风流殿之尊，流言。唐公子认为，风流殿会先发制人。碧落宫乃鬼府生杰作，外有天川防御，内有公主布置的9星回龙阵，易守难攻。唐公子大可放心。公主，方才唐公子所言何意？或许很快就会有答案了。多谢婉玉公主。日后你我便是同道，想必碧落宫仙人。程岛主无需言谢。本宫选择与剑会联盟，并非是因为剑会，而是唐丽慈。我之所为的也并非只是正义，而是唐丽慈有我所需要的东西。唐公子，我的功力只恢复了一半。阿言，这次真的要交手了吗？好好的进城碧落宫啊，现在把风流殿的面子全都丢尽了，还差点把命给丢在里边。就算是没有达成联盟，能为尊主争取这2天的时间，也算是值得。
么意思啊？婉玉月旦当真是君子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先礼后兵。等了那么久，好戏终于开场。哈哈，麒麟九变，这下有好戏看了！林福生，我要把你留下的一切作品都给毁掉，都给毁掉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那是什么？教官，快替小景住！尊主请来了巧艺乾坤，他是让我们拖延时间，然后他自己就首当其冲。辅翠，乱用字词语，并不能让你看上去更聪明。众人听令，重返碧落宫。那是何物？公主，风流殿举兵进犯，为首的是一辆古车。唐公子，是风流殿宫来的。据说他们出了个非常古怪的东西，四车飞车，驾驶之人西花云行客排行第4，天下第2的演术师，巧艺乾坤。对，你们速去太霄殿，我去找婉云公主。余兄，我们也去太霄殿帮忙吧。传我之令，今日之战，为江湖正义，为后世子孙留下可行之路，务必尽力。碧落宫以此一战之威，回归朝堂。是。你也料到风流殿定会攻过来？是。那你要如何？战死为止。程岛主，碧落宫不做江湖草寇，不做武林之门，更不做流毒之口。碧落宫要的是落叶归根，回朝堂，回洛水。杀！婉玉一族被逐出中原，皆是一阙阴阳所赐，所以此战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必须打，而且必须要赢。碧落宫虽然固守金汤，能够抵挡部分进攻，但巧艺乾坤带来的麒麟9变，让我非常担心。若战事吃紧，还请唐公子出手相助。为此重任，你不怕我真的是一阙阴阳？我确实担心，不过这次除了无条件信任唐公子，我似乎别无选择。需要我怎么做？
炸毁了玄天锁，我们过不去了。巧艺乾坤，该你出手。到了，开阵！碧落宫还有这么好用的东西？ 九星回龙阵内我辈无敌，众碧落宫弟子一此一战，回咒怨！九星回龙阵是我碧落宫的秘法，由公主的染星之物催动，借助神识蕴藏的能力，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，面有怪物打不进来。我们在这里瓮中捉鳖，关门打狗，击杀风龙殿里魔头。 刘烨必然退兵。你来了，我来了，刘烨，这一次我绝不让你逃走。唐狐狸，还得是你！
西方逃那个哪里去了？这个就是九星回龙阵的节点。一旦你们冲过去，便会开启九星回龙阵。那东西是鬼斧生的杰作，能抵御一切进攻。由3个阵眼支撑，节点位置会随时变动，但节点处的屏障却比较脆弱。这是变术师故意留下来的后门，碧落宫的人肯定不知道。但是这些节点在阵外是看不见的，需要西宫公主为我找到这3个节点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！破九楼，鬼斧生，你好好看看，是怎么破解你九星回龙阵的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星辰，什么玩意儿？那里是九星回龙阵的阵法节点。好像少了一根柱子，这不要紧吧？有人在为麒麟九元标记节点。小桃，拦住他，哪儿也别想去！第2个节点，在那边。第3个节点。你们来迟了，九星回龙阵已破。出现的地方必有灾厄，又有一座城要为你陪葬。还没结束，玄妙之妙。
我相信你不是一雀阴阳，你俩可能同宗同源，但我愿意赌你不是邪恶的那个。碧落宫虽为鬼斧生所造，但让星之舞才是启动神识的关键。时间紧迫，我现在就把它传授给你。 开星辰，玄妙之妙。坠天石。麒麟九变废了，我们快收兵。左脸还在吗？ 可恶！杀了！唐弟子，给我死！啊！卫神台出事了，主人掉下来，是唐公子，回去救人。下阵。 梦魂血桃，开在青山崖之背，开在梦雪山之巅，于月升之时绽放，于日出之中凋零，如梦，如魂，如血，如你我的虚妄交情。阿言。 诬陷我是一缺阴阳，看我被全天下人通缉，你很开心？当然，这是我4年里最开心的一件事。看着你的谎言被戳穿，让全天下人都目睹你的真面容。阿莲，你看，我不会错的。